步入婚姻的殿堂后，我意外发现我的另一半竟然是个同性恋。我的这段婚姻从头至尾都是一出精心编排的戏，婆家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戏中的演员，唯独我被蒙在鼓里。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后，我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。我的丈夫面孔扭曲着嫌恶，冷冷地对我说：“等孩子出生，你就离开这个家。”我的婆婆也撕下了平日的和蔼面具，她厉声呵斥我：“那20万的彩礼不是白给的。”在这场激烈的争吵中，丈夫猛地一把将我推向楼梯口，我从楼梯上滚落，最终一尸两命。然而，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结婚前的那一刻。一阵强烈的眩晕后，我缓缓睁开眼睛，四周没有想象中的血泊，也没有那个令我毛骨悚然的男人面孔。我不是应该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了吗？如梦初醒，我竟然重新回到了与孙岩结婚前的那一刻。往昔的记忆如同翻开的画册，一页页在脑海中重现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记得那是我刚怀孕不久的时候，孙岩提出想要搬到隔壁房间去住。他解释说自己睡觉打呼噜，而且作息不规律，怕影响我孕期休息。当时疲惫又是睡的我，只觉得他体贴入微，并未深思。但随后，我常在深夜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。起初，我并未太过在意，以为是孙岩的呼噜声。直到某一天，我起夜时无意间推开了那扇门，眼前的景象让我瞬间如遭雷击，三观尽毁。孙岩赤身裸体，与另一个男人纠缠在一起，做着难以启齿的事情。我呆立在原地，脑海一片轰鸣。我用手捂住嘴，强忍着恶心和泪水。孙岩看到我，却无一丝愧疚，反而露出痞痞的笑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秋兰，你既然看到了，那我也就不瞒你了。我是个同性恋，娶你只是为了传宗接代。”他的厚颜无耻让我瞠目结舌。我愤怒地骂道：“孙岩，你这个变态！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。”他却不以为然地笑道：“你跟我睡觉的时候，不是也挺享受的吗？跟你躺在一起，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。”孙岩用猥琐的眼神盯着我隆起的腹部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。孙岩，你个混蛋！我诅咒你们全家都不得好死！我咬牙切齿地诅咒着，对这个男人和他的家人充满了仇恨。回想起我和孙岩的相识，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，无论是外貌、工作还是家庭背景，我们都算得上是般配。相处1个月后，觉得他性格温和，脾气好，所以我们很快就举办了婚礼。婚后，婆婆对我非常好，每天都把饭菜端到我面前，从不让我进厨房。她总说，女孩子嫁了人不必进厨房受累，嫁到我们家来更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我呀就盼着早点抱孙子呢，到时候我给你们做牛做马都愿意。当时的我非常感动，觉得自己嫁对了人，也遇到了好婆婆。所以结婚后，我和老公就把要孩子提上了日程。结婚仅仅4个月，我就顺利怀上了孩子。如果那个晚上我没有醒来，没有发现孙岩的龌龊行为，也许我还会继续沉浸在幸福的家中。然而所有的美好在我目睹孙岩的丑行后瞬间崩塌，我仿佛从云端跌落到了无底的深渊。孙岩见我辱骂他的家人，顿时怒了，他冲过来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，怒吼道：“秋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”我挣扎着，呼吸渐渐变得困难，
腹部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疼痛。母性的本能驱使我紧紧地护住小腹，那是我的宝贝，我不能让他受到任何伤害。一旁的男人带着几分戏谑的开口：“孙岩，悠着点，他肚子里的孩子可是你的骨肉，捏坏了可不好。”孙岩的眼神一紧，瞪了那男人一眼，随后松开了我。他看着我，脸上满是不屑：“只要你乖乖生下这个孩子，我就放你离开。”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这个无耻的男人大声喊道：“我不是你的玩物，这个孩子我绝不会生下来。”他居然厚颜无耻地跟我说生完孩子就放我走，他把我当成什么了？生育工具吗？我心中的愤怒和羞耻感交织在一起，只想立刻逃离这个令人作呕的地方。然而我刚要转身，却撞上了迎面走来的婆婆。她的脸色铁青，显然已经听到了之前的对话，但她的脸上并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，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。原来她早就知道这一切。她拦住我，破口大骂：“我们家给你的20万彩礼不是白给的，这个孩子你必须生下来，由不得你！”我惊愕地看着他，昨天那张还对我温婉笑脸的脸庞，此刻却显得如此狰狞。这就是他的真面目吗？我握紧拳头，愤怒和仇恨让我感觉血液都要凝固了，头脑一阵眩晕。然而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。婆婆不耐烦地瞪着我，仿佛在看一个不值钱的商品。秋兰，你抱怨什么？我们用20万借你的肚子生个孩子，已经很值了。你要是觉得不够，等孩子生下来，如果是男孩，我再给你10万，这样总行了吧？看着他那副趾高气扬、唾沫横飞的样子，我对他们充满了仇恨。我怒不可遏地指着他：“你们别做梦了，你们家也配有后代？真是丧尽天良！别拿钱来恶心我，你们这些人都肮脏龌龊！”孙岩见我对他母亲不敬，立刻跳起来，扬起手掌准备打我。秋兰，你对我妈说话放尊重点，小心我打死你！婆婆连忙拦住她，等她生了孩子再收拾她。她眼中的鄙夷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。这一刻，我只想尽快逃离这个充满谎言和污秽的地方，但婆婆却紧紧拽住我的手腕，威胁道：“秋兰，在孩子出生前，你哪也不许去。”她的目光凶狠而霸道，让人心生畏惧。我愤怒地甩开她的手：“我不是犯人，你们没有权利限制我的自由。”在争执推搡中，孙岩眼睛猩红地瞪着我，怒火中烧：“别给脸不要脸，滚出去找你的自由吧，死了就自由了。”说完，他猛地一把将我推向楼梯口，我猝不及防地倒下，顺着楼梯一路滚落。在失去意识的那一刻，我看到孙岩扬起嘴角，露出阴冷的笑容。我恨他们。闭上眼睛的那一刻，我充满了不甘和仇恨。然而，本以为悲惨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，万万没想到我竟然重生了。重生在了我和孙岩结婚的前一天。难道是老天也看不过去了，所以给了我重生的机会吗？不管怎样，既然有幸重新活一次，我绝不会放过那些曾经欺辱和伤害过我的人。我深深地陷入了前世的记忆中，心头充斥着无尽的苍凉。秋兰，你觉得这束捧花如何？孙岩的声音突然打破了我的沉思。我强迫自己从回忆中抽离，看向眼前这个即将成为我丈夫的男人。他，孙岩，依旧是那么英俊潇洒，但当我再次看到这张脸，内心的怨恨如潮水般翻涌，几乎无法遏制。我不由自主地挥手打落了那束捧花。孙岩愣住了，显然没想到我会有这样的反应。我也为自己的失控感到惊讶。秋兰，你怎么了？孙岩的语气中
带着一丝不悦。我看着地上散落的花瓣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冷静。既然我已经重生，那么我唯一的目标就是狠狠地报复他们。我要让他们尝尝被欺骗的滋味，体验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。既然他们喜欢演戏，那我就陪他们演到底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找到机会让孙岩身败名裂。我装作头晕的样子，对不起，我刚才突然头疼得厉害。这话，我指了指地上的捧花，脸上露出惋惜的神色。既然你们要演戏，那我就陪你们演个够。孙岩的脸上闪过一丝阴郁，但很快就换上了一副笑脸。没事，我再去换一束。他说完转身离开。在他转身的瞬间，我看到了他眼底闪过的狠戾。孙岩，你的耐心已经快到极限了吧？你想跟我玩骗婚的游戏？这一次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根据前世的记忆，今天是我们的婚前晚宴，孙岩会借口和他的朋友们去喝酒，庆祝最后的单身时光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的好朋友也会去吧？那么我就有机会找到一些精彩的证据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我这次的蹲守没有白费。那些令人不堪入目的视频一定会让孙岩名声大噪。我紧握着手中的证据，心中却感到一片荒凉。如果上一世我能早点发现孙岩的丑恶面目，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。孙岩，你一定不期待明天的婚礼吧？毕竟那只是你的无奈之举。但既然是婚礼，不管你期不期待，我都要送上一份大礼。第二天，婚礼如期举行，来了很多宾客。毕竟孙岩经营着一家不小的公司，还是有一定的人脉的。当然，我的亲朋好友也来了不少。当孙岩单膝下跪，递上戒指的那一刻，我笑着拒绝了。孙岩，在接受这枚戒指之前，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，可以吗？孙岩尴尬地笑了笑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请亲爱的老婆把礼物拿出来吧。亲爱的老婆，真是刺耳。我想把我们从相识到相恋的过程展示给大家看，让大家一起见证我们的幸福时刻。说完，我示意工作人员播放视频。大屏幕上开始播放我和孙岩的点滴回忆。从第一次约会到订婚仪式，其实并没有太多内容可看，因为我们从相亲到现在还不到3个月。然而在每个场景切换时，我都能看到孙岩那牵强的笑容。我猜他当时心里一定充满了厌恶吧。看着台下孙岩父母那欣慰的笑容，我不由得感叹，他们真是演得一手好戏呀。就在大家看得津津有味时，画面突然一转，大屏幕上开始播放孙岩和另一个男人的亲密视频。那尺度之大，简直让人瞠目结舌。他们口中还说着令人难以启齿的话语，台下顿时一片哗然，有人惊呼出声。孙岩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他怒吼道：“立刻关掉那个视频！秋兰，你胆子不小！”他愤怒地指着我，脸上露出狰狞的表情。我轻蔑地笑了笑，回应道：“孙岩，同性恋并不丢人，但想用骗婚来掩盖，那就太卑鄙了吧。”孙岩的额头青筋暴起，双拳紧握，仿佛随时都会挥拳打来。就在这时，我婆婆气急败坏地冲上台，伸手就来撕扯我的头发。我的闺蜜小可眼疾手快，一把将她推开，厉声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你儿子做了那么龌龊的事，凭什么来打我们家秋兰？”老太婆干脆坐在地上撒泼打滚，哭闹着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已经给了20万彩礼，这个婚必须结。”我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嘲讽道：“彩礼可不是卖身契，我可以退还给你们，但你们骗婚的事实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”
想跟我玩，蛮不讲理，那我可不服。此时台下已经乱成一团，有些人看不惯这种闹剧，纷纷摇头叹息，离开了婚礼现场。我的父母站在那里，脸色阴沉的可怕，他们愤怒地盯着孙岩和他那无理取闹的母亲。我爸走到孙岩面前，用鄙夷的眼神看着他，冷冷地说：“对，这彩礼我们会退，但同时我们也会起诉你们骗婚，绝不姑息。”孙岩不服气地瞪着我爸，狡辩道：“我不过是有些特殊的兴趣爱好而已，怎么能说是骗婚呢？你们也太夸张了吧！”看着孙岩那副厚颜无耻的样子，我简直想吐。同性恋还想结婚，还有特殊兴趣爱好，你知道廉耻怎么写吗？想坑我女儿，你们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我妈指着孙岩的鼻子痛骂道。孙岩也撕破了脸皮，跟我妈对骂起来。今天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就是想借你女儿的肚子生个孩子，是你们贪图我们家的钱而已。既然拿了钱，就别想轻易了事。今天的婚礼不算数，你们还想绑架我女儿不成？我爸气得将婚礼台上的敬酒杯全部掀翻在地，稀里哗啦一阵破碎的声响，这声音就像我前世心碎的声音一样刺耳。婚礼就这样结束了，但我的复仇才刚刚开始。现在的网络如此发达，孙岩的名声败坏也只是时间问题了。我在网络上创建了一个新的账号，将那段震撼的视频和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都公之于众。事情的发展正如我所预料，迅速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成千上万的网友纷纷转发并表达他们的愤怒。不到24小时，孙岩的电话就急匆匆地打了过来，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愤怒。秋兰，网上的东西是你发的吧？即使隔着手机屏幕，我也能感受到他的怒火。我轻蔑地笑了笑，回应道：要想不被人知道，最好别去做，这只能怪你自己行为不检，还心存不良。孙岩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传来一声怒吼：你赶紧把原视频删了，你想毁了我，我会拉你一起下水，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。他居然威胁我，我可是已经经历过生死的人了，他的威胁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再说了，视频已经被转发的无法控制了，即使我删除了原视频，又能改变什么呢？孙岩，我今天就告诉你，鱼死了，网可不一定会破。说完，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，不打算再与这种人浪费口舌。后来我听说，孙岩的公司因为这段视频而面临破产的危机，这种破产对他来说意味着未来的前途尽失，再难翻身。更有趣的是，一些有怪癖的网友开始疯狂搜集孙岩的个人信息，不断进行短信和电话骚扰。我听说他们家甚至被人泼了油漆，孙岩的母亲直接被吓得住进了医院。我可以想象出我那位婆婆惊恐的表情，但出乎我意料的是，第二天她竟然裹着严严实实的衣服出现在了我家门口。一开门，她就硬挤了进来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和我妈同时发问，语气冷淡。没想到我婆婆直接耍起了无赖。你女儿和我们家孙岩已经领证了，她现在毁了孙岩的名声和前途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我以后还不打算走了。说完，她就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。我爸气得猛然站起来，厌恶地指着他大声呵斥：当我们邱家没人了是吧？我还没死呢，想欺负我女儿，你试试看你能耍什么泼皮。你要是不要脸，我就能把你的脸皮撕下来贴到动物园大门上去。我爸的一番辱骂让老太太气得嘴唇发青，她颤抖着手指着我爸：
你们太欺负人了。然后又转向我，秋兰，你给我一个交代，你今天毁了我儿子，你就能心安了吗？你不想结婚就直说，何必用这种阴险的手段害我儿子？我看着老太太张牙舞爪的样子，真是觉得丑陋无比。想到前世她伪装成好婆婆装了那么久，我还真是佩服她的忍耐力。你们自己做了什么，自己心里清楚。你让我给你交代，那我今天就告诉你，我绝不会放过孙岩，当然也不会放过你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说出了我内心的怨恨。我周身的戾气似乎震慑到了他，他一时间竟无言以对。他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，仿佛失去了理智。秋兰，你难道非要闹到出人命才肯收手吗？人们常说做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这样太过分了。我儿子是犯了错，但他的错误也是很多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就不能宽容一点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？他真是越说越离谱，越说越没有底线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眼神中充满了不屑。你没有经历过我的痛苦，就不要劝我大度。你们对我做过的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。别把你儿子的变态行为说得那么高尚，他病得不轻。一想起我腹中那个未能成形的孩子，我的心就痛得无法呼吸。虽然孙岩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，但孩子是无辜的，母子连心。他虽然在我体内的时间不长，但我们已经有了深深的情感联系。然而，我却没有能力保护他，让他好好的看看这个世界，就和我一起死在了那场灾难中。这样的深仇大恨，我如何能够原谅？我的婆婆被我的态度吓到了，但她仍然强装强硬，恶狠狠地威胁我：秋兰，你会后悔的，我儿子绝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你。这老太婆狠狠地丢下这句话后，转身离去。而我爸爸也毫不示弱地回击：回去告诉你那变态儿子，我们也绝不会放过他，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在那一刻，我觉得我爸爸无比的酷，他是我坚强的后盾。那个老太太居然敢来我家讨要说法，真是当我好欺负吗？于是我当天晚上就整理了孙岩家给的20万彩礼，以及他给我买过的所有礼物。我甚至把每一顿饭的发票都打印了出来，我要用这些来证明我不欠他们孙家任何东西。想用这20万来侮辱我，真是可笑。我年薪60万，他们这点钱我根本看不上眼，不就是开了个小公司吗？现在不也破产了吗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第二天，我独自一人来到了孙家。孙岩和他妈妈看到我居然敢一个人来，都感到非常惊讶。他们当然不知道，我来这里还有更重要的目的。这是20万彩礼，还有你给我买过的所有东西的钱，连奶茶钱我都已经折现还给你了。我把一个箱子扔到孙岩面前，里面装满了钱和各种发票，这些就是我和孙家之间所有的经济往来。孙岩紧抿着嘴唇，盯着那些钱和发票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抬起头来，用鼻孔看着我说：我挺佩服你的勇气，竟然还敢踏进这个家门。我当然听得出来他话里的威胁，也知道他手段毒辣，心狠手辣，但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所以并不害怕。我镇定地看着他说：我既然敢来，就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准备。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碰撞，只有相互的憎恨和厌恶。我要去拿回我自己的东西。我说完这句话后，便径直向2楼的房间走去。那里曾经是我的婚房，也是前世我坠楼的地方。一踏上楼梯，当时的情景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我仿佛又能感觉到身体与楼梯剧烈撞击的疼痛，
每走一步都让我觉得痛不欲生，呼吸困难。走完这段楼梯，仿佛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和勇气，终于来到了房间里。一切都还保持着前世的样子，没有变化。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是我曾经亲手布置的，所以非常熟悉和亲切。但是当我看到墙上挂着的婚纱照时，却觉得无比讽刺和可笑。把它取下来吧。我听到身后传来孙岩的脚步声后，开口说道。他无所谓地跳上床去，把婚纱照取了下来，并随手扔到了一旁。我们明天去离婚吧。我转身看着孙岩那张令人作呕的脸说道。我希望我们能尽快结束这段关系。此时我婆婆急匆匆地冲了上来，这一幕与前世如此相似，恍如昨日重现。她气冲冲地指着我的鼻子，大声斥责：你以为离婚就这么简单吗？这世上可没这么好的事，我们孙家绝不会轻易答应离婚。你既然今天还是孙家的人，那生死都是孙家的人，生儿育女是你的职责，别想逃避。除非你生下孩子，否则这婚我们死都不会离。老太太态度强硬，一副悍妇的模样，仿佛要与我决一死战。但我既然已经重生，就不会再像前世那样任人摆布。我有能力改变这一切。在他无理取闹之际，我悄无声息地打开了藏在纽扣上的微型摄像机。我故意将他们引到楼梯口，一切如我所料。孙岩再次出现在我面前，伸出了他那双充满恶意的手。就在他试图推我的时候，我紧紧握住楼梯扶手，并巧妙地把我婆婆拉到了我身前。结果孙岩一不小心将他自己的母亲从楼梯上推了下去。一声惨叫之后，老太太躺在楼梯底部，痛苦地呻吟了几声后便陷入了沉默。孙岩脸上满是惊恐，但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查看他母亲的状况，而是愤怒地指着我威胁道：如果我妈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轻蔑地笑了笑。孙岩，是你自己亲手把你妈推下去的，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还真是自私又无情啊！与其在这里跟我争论责任，不如赶紧去看看你妈是否还活着，说不定还有救呢。我冷静地提醒他。孙岩真是个奇葩，他母亲生死未卜，他竟然还有心思在这里跟我争论。我望向楼梯下方，老太太头部流出的鲜血不断扩散，她躺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浓重的血腥味和刺眼的红色让前世的记忆再次涌上心头。那时我躺在那里，感觉头上的鲜血不停地流，腹中的孩子也离我而去，然后我便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和绝望之中。我看着孙岩终于走下楼梯，他面红耳赤地冲我大喊：快叫救护车！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但还是拿起手机拨打了120。我甚至鬼使神差地跟着去了医院，毕竟躺在里面的那个人是我的仇人之一，他的生死我要亲眼见证。在抢救室外面等待时，孙岩一直恶狠狠地盯着我。你看什么看？又不是我把他推下去的。我终于忍无可忍地回瞪了他一眼。孙岩冷笑一声：你说不是你推的，那谁能证明你的清白呢？我听后直接笑出声来。你还真是天真的可以呀，想把这个罪名扣在我头上吗？孙岩啊孙岩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这样就能逃避责任了吧？脑子可是个好东西啊！我用手指着自己的脑袋讽刺道，气得孙岩怒目圆瞪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是吗？那上次怎么有人就那么容易摔死了呢？即使活过来又怎样？我照样有办法再次让你消失。我猛然抬头，心中震惊无比。他
竟然也回忆起了前世的种种过往。看来我回到过去的这一趟，重演旧幕，确实收获了不少。如今孙岩回想起了他前世所做的恶行，这未尝不是一件幸事。很好，你能回想起来，真的很好。我凝视着他，缓缓说道，因为这一世，我回来就是为了找你们复仇，这样你们至少知道自己为何而死，不会死得不明不白，那或许就真的冤枉我了。我直勾勾地看着孙岩，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怨恨。孙岩却满不在乎地耸耸肩，露出更加卑鄙的笑容。你想报仇，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。我轻蔑地瞥了他一眼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这时医生从急诊室走了出来，孙岩急忙迎上去。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此刻的他才流露出正常人应有的担忧。医生摇了摇头，叹息道，病人虽然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脑部血块太多，陷入了深度昏迷，能否醒来真的很难说。孙岩听后，脸上并没有太多悲伤，反而愤怒地瞪了我一眼，怒吼道，秋兰，我要告你故意杀人。说完，他立刻拿起手机报警。此时我爸妈也赶到了医院，我爸想要阻止孙岩，但我冲他摇了摇头，示意他不必阻拦。在警察局里，孙岩手舞足蹈，唾沫横飞地讲述着事情的经过。他急切地要求警察立案，并请律师将我告上法庭。我知道他想让我身败名裂，然而在法庭上，我面对孙岩的指控毫不畏惧，淡定地从纽扣上取下针孔摄像头，递给了法官。法官，我要求公开播放这份证据。今天的开庭吸引了众多观众，孙岩的丑行已经家喻户晓，所有人都期待着这场官司的结果。当事实证据展现在大家面前时，孙岩的脸色瞬间惨白，他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手中的证据。不可能，这是伪造的！他歇斯底里地大喊道，但已经无人理会他的狡辩。在铁证面前，孙岩再次成为了众矢之的，他的厚颜无耻在此刻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最终，孙岩因故意伤人和误伤自己母亲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，并需支付我20万的精神和名誉损失费。这笔钱原本是我还给他的彩礼钱，现在又回到了我的手中。虽然我不屑于这笔钱财，但想到它能让孙岩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，我便欣然接受了。由于孙岩的母亲病重，需要人照顾，他的罪行被暂缓执行。这个结果虽然并不让我完全满意，但我知道网暴的力量远比我想象的要强大得多。现在孙岩出门就如同过街老鼠一般，人人喊打，这对他来说已经是最大的惩罚了。就连前往医院的路上，也被那些自诩正义的网友拦截，他们纷纷送上特别的礼物，有时是满篇脏话的信件，有时是令人难以启齿的物品，更有甚者，直接扔来死老鼠作为问候。孙岩起初还尝试报警求助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逐渐变得麻木，无奈地接受了这些热情的厚礼。人潮汹涌，防不胜防，他又能如何呢？最终，老太太虽然苏醒，但因脑部淤血过重，手术风险极高，余生只能在病榻上度过。而孙岩依旧将一切过错归咎于我，仿佛我是万恶之源。他愤怒地质问：秋兰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？为什么事事都要与我纠缠不清？这就是所谓的人性吗？当我报复时，变成了恶毒之人。是的，我再恶毒，也不及你的1/1000。我冷冷地回应，看着孙岩那消瘦脱形的脸庞，
我心中竟涌起一丝快意。短短时间内，他的头发大量脱落，双颊凹陷，那双曾经凶狠的眼睛现在更加突兀。他整个人就像是从《植物大战僵尸》游戏里走出来的丑陋僵尸。看来，再坚强的人也难以承受公司破产和网络暴力的双重打击。我望着轮椅上的老太太，她口水流淌，见到我时发出啊呀的声音，似乎想要说些什么。我俯身靠近她，轻声说道：“看到我活得这么好，是不是很嫉妒？嫉妒就对了。可惜的是，你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，大概也记不起当初是如何陷害我的了。恶有恶报，你的报应到了，好好享受你的后半生吧。看看你的宝贝儿子如何为孙家争光。”我的话让老太太呜咽着哭了起来，口水流得更厉害了。我强忍着恶心，后退了几步。看来她的身体虽然瘫痪了，但脑子还没瘫，这样也好，至少让她每天都能感受到自己活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中。秋兰，我妈都这样了，你还要刺激她吗？孙岩大声地指责我。我冷笑一声，她哪样了？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还有你怎么还活着？人要是活成你这副鬼样子，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我继续嘲讽道。孙岩瞪大眼睛看着我，如此尖酸刻薄地讽刺他。他紧握拳头，咬牙切齿地隐忍着自己的怒火。我依然嘲讽地看着他，并继续挖苦：“我马上帮你申请养老院哈，这样你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去吃牢饭了，是不是很感动？”一听到吃牢饭3个字，孙岩终于绷不住了，他扬起拳头朝我冲来，但我早有准备，拿出提前备好的特制防狼喷雾，对准他的脸就是一顿猛喷。那喷雾里可是加了芥末等特殊调料的哦。孙岩捂着眼睛，痛苦地哀嚎着：“秋兰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我要杀了你！”他一边哀嚎，一边怒骂道。我冷笑着看着他痛苦的挣扎，轻飘飘地提醒他：“我曾明确警告过你，此生我绝不会放过你，所以你最好给我放老实点。”轮椅上的老太婆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儿子在痛苦中挣扎，她的哭声更加凄惨，那声音如同夜猫子的叫，让人心惊胆战。最后，孙岩的挣扎逐渐平息，他精疲力竭地躺在地上，眼中满是绝望。他瞪着我，嘶吼着挑战：“你想怎么对付我？尽管放马过来，有种你就直接给我来个痛快的。想要速死？”我拍了拍手，脸上露出残忍的笑意：“想死？那岂不是太便宜你了？我想要的是看你生不如死。”孙岩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秋兰，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恶魔，变态！”我蹲下身与他对视，轻笑道：“我变态？哼，跟你比起来，我真是小巫见大巫。你的兴趣那么广泛，花样那么多，我真是自愧不如啊！”我厌恶地瞥了一眼他那曾经高大健硕，如今却变得瘦骨嶙峋的身体，心中一阵快意。岁月是把杀猪刀，可这世间的压力比那把杀猪刀还要锋利呢。孙岩被我的讽刺刺得脸色苍白，却无力反驳。我满意的离开，还不忘留下一句话：“记得今天回家照照镜子哦。”不用回头，我都能想象出孙岩那张因愤怒而变得狰狞的脸，复仇的快感真是让人酣畅淋漓。然而半夜时分，一通来自警察局的电话打破了平静。孙岩竟然自杀了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他还给自己的母亲灌了毒药，现在他们正在医院里抢救。虽然我们已经名存实亡，但毕竟还没有正式离婚，所以警察理所当然地找到了我。赶到医院时，
医生已经宣布了婆婆抢救无效的消息，她死了。对于这个结果，我并不感到意外，这或许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吧。说实话，我宁愿看她每天苟延残喘地活着，现在死了也算是便宜她了。那个人怎么样了？我冷冷地问，连孙岩的名字都不愿提起。医生叹了一口气，病人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期，我们会尽力的。我真想告诉他无需尽力，但还是忍住了。走进监护室，我看到孙岩静静地躺在那里，毫无生气。此刻的他没有了往日的嚣张跋扈和恶言相向，如果不是仪器发出滴滴的声音，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。挺有勇气的嘛，我凑近他的耳畔，讽刺地说道。后来我才听说，那一晚他和他妈服药后，是他自己痛苦难耐，才挣扎着拿起手机拨打了120。看来他也是个贪生怕死之徒。在重症监护室里躺了3天后，医生宣布他脑死亡。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，那就拔管吧。在拔管的决定之后，我面无表情地站在孙岩的病床前，看着医护人员忙碌着执行我的决定。他的母亲已经离世，而他也将追随他而去。我心中没有波澜，只有淡淡的解脱感。他的呼吸渐渐停止，生命监控仪器上的线条变得平直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他过去的嚣张和狂妄，都随着呼吸的停止而消散。办完医院的手续，我独自走出医院大门。外面的天空格外晴朗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温暖而明亮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感受着自由的空气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开始整理孙岩留下的烂摊子。他的公司破产，债务累累，我需要与债权人协商，尽量减轻债务压力。同时，我还要处理他的个人财产，包括那栋曾经充满了争吵和冷漠的豪宅。在处理这些事务的过程中，我遇到了一个名叫梁凡的男人，他是一位律师，专门负责处理孙岩的债务问题。他严谨、专业，而且有着令人安心的稳重。秋兰小姐，你好，我是负责孙岩先生债务问题的律师，我叫梁凡。他微笑着伸出手来与我握手，我轻轻握了握他的手，感受到他手掌的温暖和力量。你好，梁律师，接下来要麻烦您了。梁凡微笑着摇摇头，这是我的工作。秋兰小姐不用客气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和梁凡频繁的接触和交流，他帮我与债权人协商，尽量减少债务，同时他也帮我处理了孙岩的财产问题。在与梁凡的合作中，我逐渐发现他是一个细心、体贴的男人。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给我安慰和支持，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。1个月后，当所有的事物都处理得差不多时，我邀请梁凡共进晚餐，以表谢意。那晚的月光如水，洒在餐厅的玻璃窗上，映照出我们2人的身影。在柔和的灯光下，我看着梁凡那双深邃的眼睛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。秋兰小姐，这段时间您辛苦了。梁凡举起酒杯向我示意，我微笑着与他碰杯。多亏了您的帮助，梁律师，否则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他轻轻笑了笑，能帮到你，我也很高兴。那顿晚餐，我们聊得很愉快，从工作聊到生活，从电影聊到音乐。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和兴趣点，这让我感到很惊喜。晚餐结束后，我们并肩走在夜晚的街头，微风拂过脸庞，带来一丝凉爽和清新。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变得美好起来。秋兰小姐，梁凡突然停下脚步看着我，我可以叫你秋兰吗？
我点点头，当然可以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：这段时间的相处让我对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我发现你是一个坚强、独立且善良的女性，我很欣赏你，也喜欢你。他说完这些话后，紧张地看着我，等待我的回应，而我则在这一刻愣住了，心跳加速，不知所措。但随后而来的甜蜜感觉让我意识到自己也喜欢上了这个男人。我也喜欢你，我羞涩地低下头说道。梁凡听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他激动地握住我的手，紧紧不放。我会好好珍惜你的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们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旅程。梁凡成为了我生活中的重要伴侣和支持者，而我也逐渐走出了过去的阴影，开始拥抱新的生活。我们一起去旅行、看电影、听音乐会，每一个美好的瞬间都成为了我们共同的回忆。而那段曾经充满痛苦和挣扎的过去，也逐渐被淡忘在时间的长河里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